我爹，他干脆把我送走了。你不孤单的，过去失去的，未来会全部拥有回来的。刚回来的时候，怨气很多，但是渐渐的，心平气和多了。我常常想起你第一天上课训导我的话，你让我好好想想，身为男儿该如何立世。我已经不是一个孩子，我是个男人。我不该执念于过去的不公，应该放眼于未来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，守护起这个家。加上你要守护的这个家，我就要毁灭的。终有一天，我们会注定站在不可交容的对立面，甚至不死不休。谢谢你，家长，是你救了我。我并没有做什么，是他放开了你。是你让他放开我的，你让他恐惧，他才不敢伤害我。先生，幸好还有你。少爷，出事了！你快去吧。先生，你同我一起去吧。怎么回事？这小子给郭大壮送饭，饭里有一颗卤蛋，他看见了嘴馋，就把那颗卤蛋给吃了，结果就中毒死了。这饭是从哪里送来的？小厨房，我已经安排人把厨房给包围了。厨房上下的人都发誓，他们只安排了1碗米饭和1盘青菜，根本就没有放过那颗卤蛋。现在这小子又死了，都不知道这颗卤蛋从哪儿来的。带下去，好生安葬。是。你的老东家真是重情重义，怕你走得不利索，还特地给你下了重毒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我真的把肠子都悔青了，我。大少爷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就救我一命吧！我给你做牛做马，大少爷。俺把俺知道的，真告诉你。看来死人比子弹管用啊！说说吧，这回想清楚再说，可别再遗漏什么了。俺确实收了钱，给万人传递情报，但是俺们都有分工，平时也没有什么交集。俺就是一个传递情报的，出去之后，俺啥也不知道啊。大少爷。俺是因为欠了点赌债，俺娘还生着病呢。说重点。你是怎么取情报的？上头人说，在亭子旁边有一棵老槐树，树上有个树洞，他们让俺每2天去一次，只要一有情报，就给送出来。送去哪里？送到东街口育婴堂。
他们让俺把情报放在旧报纸里面，然后把它丢在门厅外的转筒里。他们给俺钱的时候都是大半夜，俺连个人的影子都见不着。你最后一次传递情报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对，就是中秋节的第2天。那天一大早，俺就看见树洞里面有情报，俺就给送出去了。上面写的什么？俺当时偷偷看了一眼，那就是一张白纸，上面一个字儿都没有。白纸？你难道不知道你在跟谁传递情报吗？俺这个人不大聪明，但是俺知道，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多，麻烦就越大。你和西塘的孙小姐有过接触吗？孙小姐，她在花园里看书的时候，俺就远远的看个背影，连个模样都没看出来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大少爷，我对天发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呀。是八角亭边的那棵老槐树吗？对，就是那儿，那个树上1人高的地方有一个拳头大的树洞。你这样传情报有多久了？俺是去年4月份被他们收买的，中间一直没有什么动静，也就中秋节这次。大少爷，俺对天发誓，真的就这一次。先生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处置他？背叛东家，理应严惩吧。既然先生都这么说了，那就拖下去吧。大少爷，我见是冯先生，我是一时兴起，我混蛋。大少爷，冯先生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你就饶俺一命，饶俺一命。其实，我们可以反利用他一次。什么？有人利用他到荣家来打探情报，那你也可以让他帮你去打探对方的消息。放长线钓大鱼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对，可以的，大帅，我记得那个人的声音。情况如何？有2个贪污偷窃，剩下的没什么大问题。哎，你那边审的怎么样？都招了，说是在家里埋伏了快2年，只在最近一次传递过情报。具体传递了一些什么东西？他就是个跑腿的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看来问题果然出现在府上。不过也好，趁这个机会将家中的下人全部清理一遍。凡是有嫌疑的，我都会再仔细审一遍。那批货的交货地址是一串密文，是谁编写的？密钥平时都是掌握在赵爷手里，每一批货都有不同的密码本。这批货中途换过存货地点，所以密钥也随之更改。我接到电报之后，我将密文写在纸上，翻译出来后，我就把纸烧掉了。纸？一点小伎俩而已。我们该注意的是谁能不留痕迹地潜入我爹的小书房？是我疏忽了，只是家贼难防啊，加上以后你也要多留心啊。关于冯先生，
容我说几句讨人嫌的话。毕竟你们认识不久，他终究是个外人。就算他无心害你，也防不住别人利用他来对付你。她也不过是个女人罢了。可你喜欢她，她就成了可以伤害你的武器。难怪表哥这么招女孩子喜欢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哦，那姓郭的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物尽其用，看看能不能顺藤摸瓜，找出背后的人。那好，我先走了。这份报告，晚点你交给表姨父吧。好，不送。七爷，有情况。怎么了？育婴堂那边打来电话，说有几个生面孔盯着郭大壮进了门厅，怀疑是荣家派来的。看来郭大壮怕是暴露了。那冯小姐不会有事吧？荣家上只查到育婴堂这条线索，说明他们只撬开了郭大壮的嘴。郭大壮跟冯世珍，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身份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世珍是安全的。那用不用我前进去探一探？不用去了，现在荣家上下肯定是戒备森严，你要去的话，只会自投罗网，不但帮不了世珍，而且还会给他添麻烦。不过有一点我相信，世珍，她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我相信她的能力。七爷说的是，那郭大壮怎么处理呢？现在郭大壮在荣家上手上肯定是不安全的，找人把他给我弄出来。那育婴堂咱们这条线彻底切断，不要再用了。另外，通知你手下的人给我盯紧了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随时告诉我。是，去吧。你去看那边。没人。先生，昨晚睡得好吗？挺好的。郭大壮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？被救走了。
他背后的人真是厉害。怎么会这样？不是一直派人盯着的吗？先生，你说，这么大个公馆，这么多的人，真心的能有几个？先生，你相信我吗？当然了。那先生，我能相信你吗？怎么？你不信我？我信。查出来2个小偷小摸的已经辞退了，家里大部分的家谱都没有什么问题，除了一个园丁。他交代，馆里曾有人通过他向外面传递过信息。查出来是谁了吗？还没有，他们只通过花园里的老槐树来联系，彼此并没有见过面。只不过，孙小姐确实喜欢在老槐树下看书。外面的人呢？我派郭大壮前去接触了，结果郭大壮在育婴堂被人救走了。我带人盘查了育婴堂，是一个洋人开设的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是他下面的人员构成复杂，所以暂时不能确定是何人所为。黄家好像有人在育婴堂那边做工，把该换的人都换了，派人盯紧黄家，一旦发现什么问题，马上给我抓回来。是。老赵那边情况也不太好，追查了这么几日，看来追回来的可能性很小了。你有什么对策吗？我看了运货协议，也查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。我发现，这位曹大帅似乎格外看重这批货，而且交接这批货的欧洲码头，也不是我们惯用的那个。那是因为曹大帅和欧洲买家交易的并非现银，而是军火，所以找了一个特殊的码头进行交接。原来如此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想，我们可以准备等价的军火来进行赔偿。怎么讲？我看过与曹大帅签订的协议里有一则，如果是因为我方原因导致的交易失败，则需要赔偿对方10倍的损失。10倍的现银和等价的军火，您觉得哪一样合算？只是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各方势力都在争抢军火，谁会有多余的提供给我们救急呢？事在人为。你素来不是最讨厌这些铜臭生意吗？他毕竟是我爹，他撑起了整个荣家。我可以叛逆不羁，也可以愤世嫉俗，但是这次不一样。我明白了，包在我身上。表爷，表姨您喝口茶。你还知道我是你表姨啊？
我就去了趟杭州，你可倒好，你们把整个家翻了个底儿朝天。您严重了，只不过是例行检查，把手脚不干净的下人给换了而已。哎，那为什么单单只换了我黄家的人啊？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的人手脚都不干净了，是吗？啊？这些呢，可都是他们自己签了字承认的。您看，2账房拿了咱们家100多块大洋。这个是厨房管事，他谈的是最多的。还有这个，您看，您的贴身佣人刘妈拿着您的珍珠项链往外卖。这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最关键的是，表姨夫特别不高兴。他不高兴，他也不想想，要是没我们黄家，他荣定坤有今天啊！任何时候都要讲良心的，他就算养我们黄家一辈子，那也是应该的。哈！太太此言差矣。太太嫁入荣家，那就是荣家的人，当然要把荣家的利益放在首位。帮衬娘家不是不可以，但是要有个度。黄家的确帮我爹发了家，但是我们荣家也没有亏待过他们，每年给的钱都可以养一支军队了。哼，是黄家舅舅自己贪心不足，坐吃空饷，还贪污受贿，现在还弄出了刺探机密这种事情。那个奸细就是走黄家的门路进来的。太太，我们荣家养恩人，但是不养会背叛的人。不是说是孙家吗？这怎么就成了我们太太说话黄家？之前，请先想清楚，你到底是荣家人，还是黄家人？哎呀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是个克星。你先克死了你生母，然后又克死了你弟弟。哦，你现在连我都不放过啊！我看你啊，将来也是众叛亲离、孤独终老的，会不得好死的。表姨，这话太过了。我哪儿说错了？要不是他，我的心儿，他怎么会被绑架？怎么会死？是他见死不救。你为了保全你自己，你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把你的弟弟给害死，啊！你看看你这副德行，你跟你爹一样，薄情寡义。表姨，你们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亲情骨肉，眼里只有你自己。太太现在情绪太激动，等你冷静了，我再和你说。荣家少，表姨，现在你爹还活着，你就不把我这个后妈放在眼里了是吗？你想太多了，表姨。等你爹一闭眼，你是不是第一个把我赶出门去啊？人都走了，你欠我一条人命，你还我心儿，你凭什么对我耀武扬威的？我真是作孽，嫁了一个丈夫，狼心狗肺，生了个儿子，那么小就走了。
大的气啊！听说今天杨先生又来了，好像是有什么话要问大家。你们是有话想要跟大少爷说吗？没有。快去忙吧。冯先生，那我们先走了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嘉上，我不想打扰你，但是如果你需要有人说说话，我就在门口。嘉上，你倒是没舍得把你那些模型都砸了。为了他，不值得。别生气了。给你带了点饼干，尝尝。我之前看过一本医学杂志，上面说人在生气的时候吃一些甜食，会快速让情绪稳定下来的。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。尝一块。我并不想和他吵架，他恨我，我怨他，归根到底都是因为辛迪的死。可人死不能复生，所以这个结永远也解不了。我知道，有时候心里憋着一口气，不发出来实在不舒服。先生也会和别人吵架？当然会了。我们家破产以后，没少受人欺负。我一个女人，带着又老又病的父母，稍微软弱一点，就会被这个世道欺负得连个渣子都不剩。只见过先生说大道理时候的样子，想不出你吵架是什么样。其实谁都不愿意和别人起争执的。太太也挺不容易的，儿子没了，丈夫又对她很冷漠，她自己也很顾及痛苦的，但又不能像孙少卿那样一走了之。别人可以挣脱，但她却不行。也挺可怜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后避着他。他只是不懂你。在我看来，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你会爱护家人，用肩膀替他们遮风挡雨。未来，无论哪个女人嫁给你，都会很幸福的。太太，大少爷的生日宴，您看。哎呦，你去跟老爷说，我身体不舒服，生病了，浑身痛得没办法思考，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就不要来烦我了。可是老爷说，这是大少爷成年后
第一次在上海亮相的生日，需要隆重举办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头痛，不能说话，又要休息。哎呦，哎呀，太太，大哥的生日宴会，爹爹肯定会邀请很多客人来，烦死了！我这一件能穿的新衣服都没有。姐，你不是有那么多衣服，怎么还说没有衣服穿啊？哎，你看我这头发，最流行的法式小卷，时髦吧？去年的衣服怎么能配得上我今年的发型呢？正所谓，女生的衣橱里永远都少那么一件衣服，对不对？先生。像往年这种大型的宴会都是妈妈亲手操办的，但是这次妈妈和大哥闹了点矛盾，这几天都卧床不起，说是头疼脑热。你们说这生日宴该不会泡汤了吧？不会吧，这可是大哥20岁生日呢。我倒觉得老爷有可能会把这次宴会交给方林你来办。啊，真的啊？冯先生，打扰一下，大小姐，老爷刚吩咐了，下个月大少爷的生日宴由您来办。我，冯先生，你果然料事如神啊！这是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。你们俩之前不是也主持过茶话会吗？以前的茶话会不过是请10来个同学到家里玩罢了。是啊，像这一次，爹爹肯定会请遍整个上海滩的人，这中外宾客算一起，少说也得有100-200人呢。放心，太太是不会不管的。公馆要先重新打扫一遍，把那些平时损坏的、褪色的，你们该换新的换新的，该给我补漆的补漆，知道了吗？是太太。公馆前面的花园要重新修整一番，我绝对不能让旁人看我们荣家的笑话。散去吧，散去吧。是。康嫂，盯紧一点啊！是太太，都麻利点啊！快去快去！谢谢妈妈，有你在真好。那当然了，我一定让你成为全上海最体面的小姐。对了，妈妈，这次我想让冯先生也帮我。冯先生做事倒是细心。那这次就麻烦你帮一帮方林，我不会亏待你啊。太太请放心，大小姐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我一定会尽力去做。瞧你的了，你一定把它做到最好，让你爹看看你多有本事。哎呀，妈妈，我知道的。妈妈相信你。小姐，你就喝一口吧。这可是荣府刚刚派人送来的雪蛤红枣汤，想来老爷还是念着您的。想当年我受宠的时候，有哪一日的吃食不比现在？我拼了命的为他荣定坤生下儿子，到头来却像一个破抹布一样被扔在医院。他来过医院几次，有哪一次是来看我的？老爷只是没消气罢了。等咱们养好身子，带着小少爷回了荣府，这一切还不都是您说了算？青儿这毒气一走，孙家的日子怎么可能好过？你正当门口那傻大个是老爷派来保护我们的，还有黄淑君那个老妖婆，她怎么可能容我再骑到她头上去？不借机踩死我们孙家，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请见。冯医生，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，在我们医院，大人孩子都是命，都得报。孙太太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还好，还好。这脸色看上去不太好啊。一会儿啊，我们来验个血，
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要及时跟护士说。多谢冯医生。你体质不大好，需要补充营养。这雪蛤红枣汤对你挺好的，要趁热喝。春桃，快！行，那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先出去了。冯医生慢走。小姐，你脸怎么红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发烧了吗？我看看。没有。奇珍异兽，古玩字画，珍稀药材，自然也包括军火。哎，小心点儿，这落地可炸呀！小心点儿，慢点儿。这是你自己做的？对，都是小人自己做的。来看看，后面还有呢。哎，价钱好商量啊。这个质量不行。别着急，找找看。再看看后面还有呢。多谢。好商量，这后面还有呢。哎，一会儿再来啊。来，老板看一下，德国的。老大，我看他们在这绕了好几圈了，一直在打听军火的消息。一看就是没吃过苦的有钱少爷。我们军火这行水那么深，他们还嫩了点儿。这可是送上门的买卖，咱做不做？你去会会他们。两位，听说要买点军火，你有货？货当然是有的，就是不知道两位要不要得起。放心吧，只要货足够好，钱不是问题。哎，您看看这个，德国货？那是，我们家的货全上海独一家。数量呢？听您这口气，您这是要走批大的。当然，不过你这批货是何来路？哎，英雄莫问来路，这是我们黑市的规矩。你们收货，我们拿钱，钱货两清，各不相干。如果两位少爷还有什么顾虑的话，那我这单生意啊，大可不干。现在不是救急吗？哪能买那么多军火？你也别太谨慎了，最后错过了。你们还有什么货？小冲锋枪、小手雷，我们都有。我要先看货。这样吧，如果两位诚心要买的话，咱们约个时间，后天晚上，废弃的11号仓库码头，怎么样？可以。好，不见不散。方林啊，你来看一下，这是我拟的所有宾客的名单，你再对一下。这上面还要加一些爹爹生意上的宾客。仔细点啊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我要拿去跟秀成哥哥对一下。宾客对饭菜有忌讳的，你都要标记出来，可不要光顾着看秀成哥哥，忘了听他讲些什么。你太讨厌了！你再说，你再说。两位小姐，酒店送来了好多试吃的产品，就在外面呢。走吧，冯先生，一起啊！好，走。这个味道不错，填到名单上去吧。啊，
您再尝尝这个红酒，这酒啊，配这个炭烤小羊排，再合适不过。这个我一会儿试，我再对比一下。哎，先生，你也过来尝一下吧。好。哇，很多呀。这个还没有，您帮我尝尝，怎么样？这个特别好吃。这个也不错。芳华那个小馋猫肯定喜欢吃这个。大哥，大哥，你这是刚回来吗？对，你们吃什么呢？我们在选甜品呢。这个好吃，来尝尝。怎么会有一股硫磺味？尝一丝爱的余味，恨却刺痛了蔷薇，细雨伪装的眼泪很美，没钥匙打不开心扉。谁知未来的路，月儿不必人孤独，独坐等清风一树海棠红啊，与你共舞，又会一刻同步，记忆中眼睛里的针，秋风也带不走好重的落叶啊，流光的岁月中，任心事小小的城，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笑容里的城，秋风也带不走无辜的落叶啊，流光的岁月中，任心事小小的城，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彼此毫无疑问，时光留下逃出我们，就是注定相爱的人，珍惜的人。